你见过这样的柴油发电机组吗？如果你见过，你知道它坏了该如何维修吗？今天这帮哥们推着这个柴油发电机组就是来问诊的。因为啥呢？它也坏了，发动机不着火它就不发电，那就失去了发电机的一个作用。而在巴基斯坦的各行各业分工那也是比较明确的。想修发电机组呢，他就来到这个修发电机这块，他绝对不会上修卡车那去修发动机。眼前咱还不清楚这个发动机有什么大毛病，只是不着火不发电，但是来到这儿既来之则安之，这帮哥们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在这块干活那体现的就是人多干活快，七了咔吧的实施立体三维交叉作业，你拆你的我拆我的，上手就开始摘吧。这是一个直列6缸柴油增压发动机，这帮哥们呢在拆卸的过程中那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水箱也摘掉了，然后这鸡爪垫也拧开了，此时小吊葫芦往上一用劲儿，轻轻松松的就把这发电机组从这个底盘上给移开。至于这个发电机是多少千瓦的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，有没有轻车熟路的朋友对这个发电机有所了解，你用你的膀胱扫一扫，看这个发电机究竟能输出多大的一个功率。但是从这个柴油机来判断，这柴油机不老，虽说看起来挺旧，那是风吹日晒雨淋所造成的。不过在打开气门罩盖的同时，咱看这个发动机内部充分的说明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应用这个发电机的人比较节俭，从来不给它换机油。就看这里边这几个摇臂，那家伙整的黑漆撩光，油了麻花，都渍上黑黑的油泥了。如果说没有个3-5年，形不成这种包浆。但是这个发动机什么样咱不提，咱就看这哥几个的站位，那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正南正北，把这发动机团团的包围，只要能伸手绝对不啰嗦，七了咔吧的那就是拆。自这个发电机组来到这个修理部之后，从来没看见这帮哥们望闻问切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折腾，啥时候把这玩意拆零碎了为止。那么说该有人问了，他也不知道哪有毛病，就这一顿神拆，那是修啥呢？但是就看这个活塞往外这么一薅，我相信你心中肯定有了答案。就这个发动机它肯定是烧机油，跑风漏气那是必须的，主打的就是钢筒下陷，活塞环也是磨损过重。咱就冲这个黑漆撩光这个劲儿，我感觉这个曲轴也好不了哪儿去。虽说没有严重的勒痕，但是也是应该磨损过大，也应该到了一个下限值。由此呢，也提醒一些养车的朋友，别没事抠门，为了节省点元子，换一些破烂机油，或者长期不更换。这样一来呢，它得不偿失，长时间的不更换机油，给你的发动机给你闹坏了。就这种行为，纯属于大桶撒油，满地的捡芝麻粒儿。此时这师傅拿着千分尺测量一下曲轴这个轴径，一看这玩意儿也不行了，必须给它进行加大，所以说拿到这个磨船上给它磨轴。那有朋友该问了，老孙你说这个曲轴加大，那不是明明往细了磨吗？那不缩小吗？就这一问题呢，我也不做过多的解释，我相信有很多懂修理的朋友会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。没事呢，你就看看评论区，既然这个曲轴都加大了，那钢筒更不能例外。眼前这哥们处理这个机体平面呢，把这个平面给它研磨研磨，整得光溜的，然后拿过来躺缸的小机器，夸夸夸的又是一顿搂。责无旁贷，就这钢筒子也给它研磨加大。这是该修的修，该磨的磨，全都弄好之后，就到了组装这一环节。首先把这个主轴瓦拿过来，往这上一安，然后弄点机油，接茬呢就上曲轴，加大轴，加大瓦，再加上加大的小钢筒，加大的活塞，加大的环。至于它加大了多少咱不知道，但是初级加大是 0.25， 然后 0.5 0.75， 最大的也就加大到 1.0， 在我感觉很少能加大到 1.0， 正常在维修过程中能加大到 0.75， 那都算到极限了。我感觉在咱们国内现在维修能加大到50的都没有多少，正常的就直接给你换就完事了，还给你加什么大呀？加大能挣元子吗？国内维修有一个响亮的口号，能换件坚决不修，跟巴铁这帮师傅那是唱的反调，人家是能修坚决不换，
咱就看这个气门，简单的搅口，沿气门接着用，嘁哩咔吧的小钢盖抬着往上一扣，这个发动机就算修的差不多了。咱就看这个发动机，它属于一个配气是下凸轮轴的，所以这个气门摇臂用顶杆作为一个传动，而且这个气门罩盖也都是分体式的，各管一角。此时此刻，距离这个发动机彻底维修完毕已经到了倒计时，还有一些散件嘁哩咔吧给它装上，然后把这个发电机组跟它连接上，接茬呢就得给它稳到这个架子上。说架子吧，多少有点应该叫底盘托架。这个托架呢不是原来那个托架，原来是带轱辘的，这回要给它重新改装，把这轱辘给去掉了。咱们目测这个托架更节约空间，这个油箱呢就在这个托架内侧。作为这个发电机组，发电机呢是指定没毛病。接下来呢，这个发动机也顺利启动了，然后要检测一下子这个电流够不够，看看发出这个电吧行不行。在这儿呢也没有啥特殊的负载，弄了一个3叉子，也就是他们自己做的热得快，往这水桶里一插，然后呢连接3个象限，这是3相交流发电机嘛。随后呢测试一下电流，咱们看这个表头上显示60多个70来个。这一时刻问题来了，有没有学习好的朋友数学比较好，然后测算一下它的功率是多少？反正我是算不出来，因为啥呢？我小学文化，正常来讲都是做10以内的加减法我能抢答，超出这个范围吧挺费劲。好了朋友们，记住了，我叫酸不溜，每天分享有趣的机械故事。